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安徽省的任泉县，这里是全中国人口最多的县城，超过200万，约等于1/8个深圳。在这里当一名外卖骑手是什么样的体验？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生活。我们的主人公王哥就是当地的一名外卖骑手，为了不让孩子成为留守儿童，今年6月从天津回到老家县城。生活节奏变慢的同时，花销竟然越来越多。目前他正计划着回到天津，那里送外卖收入更高。到了，这就是王哥他们家，环境还算是不错的，新小区。汽车、电动汽车贼多啊，路上。这应该就是王哥的车吧，我怀疑。这任泉县感觉它的新区还可以啊，这去年还是贫困县呢，今年刚刚脱贫。来，你好，王哥，打扰了。就是王哥，你家这可以啊。双收挺好的，给你点误工费吧。今天没，还是耽误你，确实是耽误你那个送外卖。我去，你家阳台挺大的呀。这房子面积是全部是109。咱们家这个楼房多少钱一平？买的时候便宜，买的时候4400。4400。那现在卖的话得多少钱？现在差不多7000块钱吧。7000块钱。对。涨了3000块。你啥时候买的？买几年了？买3年了。3年了。王哥确实家不错。这个公园建起来了之后，是临泉的最大的一个公园。今天礼拜天可以看一会儿。老大8岁了。再过几个月就8岁。小儿6岁。小儿6岁。王哥，你之前是在天津跑外卖吗？对，之前在天津。然后你回到家多久了？有4个月了。4个月了。对。那你们全家都在天津吗？那时候？没有，就我和我老婆。你和你老婆？那孩子呢？孩子在老家。在老家。对，今年才到这县城里面上。我就爷爷奶奶带着。对。这样子。你爸跟你说的？他说的什么呀？他出去找女朋友。不是送外卖的。童言无忌。他都不是跑外卖，他出去找女朋友。就这样。比如说在天津和在老家一个月都能拿多少钱？在天津的话，你就是不怎么跑也要跑7000块钱、7、8千块钱。在家里面不行。攒的话，去掉吃花的话，反正5000左右吧。你赚7000能攒5000了。对。一月就花2000块。对。那还是挺省的。对，也没什么花的。你挣7000块钱，你花2000，你2000有时候都花不了。你住的房子，住个平房，一个月才500块钱。我们住的房子一个月才500块钱。一月2000块钱都花不到。有时候花不了。在外地的收入是比较高，然后调费比较低，然后在家里是收入稍微低点，然后但是消费比较高。在家里老家消费高。对。在大城市消费低。在天津的话，我们就是我上班的话，就是吃啊都是管的，然后住的话就跟他住一起，然后没有额外的消费。就现在在老家消费比较高啊，吃啊住啊什么的都要花钱啊。住的话，住房子1个月物业费都要好几千，1年。其实小城市价格并不低，像我们在天津的话，比方说。我拿着一个月，比方说7000、8000的工资，对吧？我去买一杯 COCO 奶茶，它是15，这个是我完全能够消费得了的，对吧？但是在家里面拿3000块钱的工资去买一杯15块钱的 COCO， 是不是稍微有点奢侈，对吧？这就是一个对比性。它虽然是3、4线城市，但它消费特别的高，一点都不小于外地就是大城市的那个。6月份回来的吧，是吧？6月份回来的时候，我们手里拿了几万块钱回来的。现在全花光了，没了。就一月就花个7、8千。差不多，就反正一直是在花的状态。然后呢，他那边工资的话也不是特别高，在老家。然后就是一个月我们还要还贷款嘛，一个贷款的话就是2500差不多。然后再去了就是生活的水啊、电呀、然后气啊这些乱七八糟的费用以外，然后孩子嘛，要花的钱也多一点。
我们俩基本上都是对自己比较苛刻一点，对孩子生活方面呢，就是比较就能满足的尽量满足。在课程外又上了兴趣班嘛，他就是跳舞啊那种类型的。反正住在家里，生活方面是安逸一点，但是就是说经济方面要差一点。因为我的话现在是完全等于是个全职妈妈，因为他们一天的话接送就要4趟，然后再做饭吃饭，一天3顿都在家里面吃，所以说是我是现在完全照顾他们。他一个人的话，工资是满足不了我们一个日常家庭的开支。对。还是在外面强。对，所以我们打算明年，就过完今年这个年，就再去天津继续发展。王哥，你是怎么追到嫂子的？我们是相亲认识。相亲认识的。对，别人介绍认识的。你们多大时候认识的？我20，他19。认识多久结婚了？认识有半年吧。半年。对，我们认识之后就在一起了。我们老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嘛。就是我准备到外地了，他就跟我一起去外地了。从相亲认识的时候，过几天他就上我家相家嘛，就我们这边是吧？就是看看，然后后面又过几天就订婚了嘛。啊？这不是这加一起一共有没有3星期啊？对，也就十几天。十几天就反正就订婚了。就订婚了。那确实是挺快的。对。老家的风俗，就是。对，我们这边就这样。小孩上学什么读大学什么，那2个人也是挺大的花销。是。现在都不敢怎么往那边想。那还是得回天津多赚点钱。回天津的话，还继续干美团。王哥，你之前是做什么？就听你感觉你20岁就出社会了。我出社会早，我初中都没毕业。初中没毕业。对，初中没毕业就出来。出来打工是吗？对，在电子厂也干过。模具厂也干过。超市里面当销售员也干过。商场里面卖电视机，厨房里面当厨师也干过，干过好多的。闯荡社会多年，最后还是干咱们外卖也比较久了。对，干外卖，以前就是之前没干外卖的时候收破烂。收破烂？对，收破烂也干了一段时间，弄个3轮。3轮车一骑，弄个喇叭一放，就是收电器啥的。王哥确实做挺多活。然后后面就开始跑外卖了。王哥，你最多时候一个月赚了多少钱？最多的时候一个月赚了1万多吧。1万多块钱。对，1万多，也不是很高反正。那你最少的时候呢？最少的时候3、4千也有啊，不想出去跑了就休息，反正跑众包比较时间自由。那也行。像在天津的话，你24小时都有单。比如说你回天津送外卖的话，一年能攒多少钱？5万块钱左右吧。能攒到5万块。王哥，你就是做这么多份工作，能不能说下哪份工作最辛苦啊？哪份工作最不好？给大家就是。最不好的工作就是，那刚踏入社会的时候，那是应该是18、19岁吧，在模具厂里面。工厂里面。对，工厂里面那太累了，太辛苦了。生一个男孩压力不都挺大的吗？刚开始生小孩的时候，你怀了这老二也打算不要了。打算不要了，但是后面做检查的时候说是有可能是双胞胎嘛。有个双胞胎，你想这基因，双胞胎的基因很难。就概率很低是吧？对，概率很低的。然后就要吧，就是再生2个男孩也要啊。如果说真是双胞胎，那生下来3个人，那2个人的工作很辛苦啊。刚开始没想那么多吧。就是觉得就是人多挺开心的。对。就是没太想经济方面的事儿。对，那时候没太想。是，可能那时候也有钱。也没钱。行。王哥家里可以，还有这个扫地机器人了。对，这装修的时候人家送的。挺智能的。这个就是主卧室啊。是的，
我和我老婆住的房子。王哥，你这生活可以啊，还行。装修花了10几万。对，花了10几万，像家具啥的花了将近16万吧。那王哥，你不是买房加上装修一共花30多万吗？买房的话，对，首付付了18万。18万加还有车位，反正20多万加。买房就花20多万了。买房就花20多万。加上这个装修16万。对，就30多万。都是你们俩付的吗？对，都是我装修房子，我父母给我拿了一点。你父母出多少啊？我父母装修房子给我拿了3万。那等于说你自己还是林林总总，你和你老婆出了34万这样。对。都是这些年攒的钱。对，这些年攒的钱。快11点的时候，王哥上班了，我也跟拍了一会儿。因为我之前也拍过骑手视频，而且视频已经很长了，所以我就简单的跟拍一下，看看能赚多少钱。一共呢跑了3个小时，到现在跑了17单。17单啊。17单在天津的话能有多少钱？在140块钱。140啊？那在这儿可能就是70块钱。80块钱吧。中午就在王哥家吃王哥做的面，看着还不错哈，这肉丝面呗。给一般人看嘛，都会觉得送外卖是挺辛苦的。对，一般人感觉送外卖挺辛苦的。王哥，你感觉呢？我感觉不是很辛苦，就还好，有时候辛苦，有时候就除非下雨天。下雨天你比较麻烦点吧。可能是相比你之前做那些事儿吧。就是算自由一点。对，算自由。王哥，我能问一下，就是你觉得幸福吗？幸福啊，怎么不幸福呢？现在感觉，你看现在社会多好。就比你以前好呗。对，小时候你像我小时候，吃个零食都没有，花钱都很少的。现在反正，你看相比现在小孩子，以前苦啊。现在好。现在小孩子挺幸福的。那你呢？我也幸福啊，现在。是有老婆了，然后也有家了。对。确实，我现在看就是家里这些东西都是钱的，都送出来的，一单单送出来的。哎，这不就慢慢挣的呗。每个人的出生环境条件都不一样，在中国有超过700万的外卖员，接近80%的骑手都来自农村。很多骑手可能都像王哥一样，从小在村里上学，早早就下来打工了，学历并不高，兜兜转转还是用自己的双手来赚钱，积累相对自由和确定的收入。虽然辛苦点，但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过上更好的生活。多年的打拼下来，虽然没赚到太多钱，但也在老家买了个房子，有了一个稳定的家庭，也是给小孩提供了更好的教育和经济条件。现在没办法陪在孩子身边，王哥说等再过几年孩子到高中了再回家看看，所以就期盼那时候一切会更好吧。行，那王哥就这样了，那我就走了，拜拜，辛苦了，拜拜。